姐姐从土匪手中救下了怀有身孕的郡主，将她带回家悉心照料。可郡主一朝分娩，竟生下个小黑娃。我结了一辈子伤，从没见过这样的孩子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本郡主只是酱油吃多了。只要你们保守秘密，我什么都答应你们。半个月后，为了遮盖丑事，郡主回到王府的第一件事，便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屠了我家满门，还将怀孕8个月的姐姐强行带走。郡主，我救了你，为何要这般赶尽杀绝？要怪，只怪你们命不好。既然知道了我的秘密，怎么还能让你们活着？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你的孩子。至于你吗？阿桃，救我！恭喜郡主，是个小世子。毒妇，你会遭报应的！只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。阿桃，阿桃，姐姐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小娘子跑什么呀？让大爷们好好疼疼你。阿桃，你听，是不是有女子在呼救？化成灰我都认得，那是婉宁的声音。既然老天垂怜让我重生，我绝不能看着姐姐掉进火坑。哪有？姐姐，你一定是最近压力太大，都幻听了。胡说！我分明听得真切。这山间常有山匪出没，肯定是有女子蒙难了。咱们不能见死不救，必须想办法，不能把那个灾星带回去。怎么磕着了？离家还有好几里路呢。姐姐，我疼。姐姐，我走不动了，咱们抄近路回去吧。好，姐姐扶着你走。那个毒妇，既然救了他也好心没好报，那这一次便让他自己吞下恶果。这一次没有救婉宁，应该没事了吧？上一世婉宁带兵屠了我家满门时，也是这样的马蹄声，难道？幸好不是冲我们来的。听说了吗？昨天夜里来了不少马，还有好多穿盔甲的士兵，浩浩荡荡进了山里。哎呦，这是出什么大事了？今天一早，猎户老赵上山，看见山匪的尸体横了一地，血流成河哟。八成是这帮天杀的惹到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了。阿弥陀佛，恶人自有天收。八成是婉宁的毒妇被山匪糟蹋，事后调兵杀了他们泄愤。我的孩子！毒妇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光是躲着还不够，上一世那毒妇高高在上，毁我全家，这一回我要让她血债血偿。阿爹、阿娘、姐姐，我想进京谋份差事。去哪儿？宁王府。记住了，以后你就是王府的3等丫鬟，眼睛擦亮点儿，别给我惹事儿。万宁，就算豁出我这条命，也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前几日郡主去京郊出游，路遇山匪，被抓进贼窝子里去了。我也听说了，说是被王爷派人找到的时候衣衫不整，连肚子里的小世子都没保住。嘘，你不要命了？这话要是被听见……贱婢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郡主饶命！奴婢该死，奴婢该死！区区贱婢竟敢编排主子，我看你真是活腻了！翡翠，给我打死他，扔去乱葬岗喂狗！郡主饶命！奴婢再也不敢了，求郡主开恩！再让本郡主听到半句嚼舌根的话，就把你们的舌头全拔下来，听懂了吗？你
过来。每次心情不好，婉宁都会找一个倒霉的侍女捆起来折磨，一听别人的惨叫去了。没想到重活一世，她这恶毒的性子还是一点不变。你们这群下贱的奴才都一个德行，你们都该死！你为什么不叫？启禀郡主，奴婢天生没有痛觉，我当然会痛，可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失去折磨我的兴趣，我才能在这王府活下去。郡主若是不高兴，可以多扎几下出出气，奴婢不碍事的。你这新来的奴才倒是有点意思，把他放下来吧，正好死了个贱婢。从今以后，你就留在我身边伺候吧。奴婢多谢郡主。自从婉宁流产后，王爷急于跟她再要个孩子，故而夜夜都要去她院中，只是每次都不尽人意。没用的废物！除了弄我一脸口水，还能干什么？怪不得上一世婉宁会背着裴兰暗中与人私通，原来是因为这番缘故。翡翠，郡主，若是被王爷知道，再敢多嘴，我让你也尝尝那饮鸩。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？原来这就是婉宁见不得人的秘密。既然如此，王爷，郡主突发高烧，一直在说胡话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给我带路。别那么心急嘛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么晚了，夫君怎么还不歇下？怎么突然发这么大的火气踹门呀？听底下的丫头说，夫人突发高热，一直在说胡些了。刚刚屋里怎么会有那种奇怪的动静？妾身就是夜里突发急症，浑身燥热的慌，在床上翻腾的难受罢了，哪里碍事了？定是那起子没眼力劲儿的小丫头大惊小怪，还劳烦夫君深夜跑这一趟。这毒妇反应倒是极快，那奸夫和贵子不知道在这短短片刻被他藏到了哪条暗道里。不过没关系，怀疑的种子已在王爷心中种下了。夫君还是快些回去歇着吧。若是把这病气传染给了你，耽误了明日的早朝，妾身可是万死难辞其咎了。好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是谁给你的狗胆，敢深更半夜去惊动王爷？郡主息怒，我让你在外面守夜，王爷来了为什么不拦着？郡主息怒，侯爷突然效仿，奴婢好说歹说都拦不住啊！奴婢身份地位，哪里敢阻拦侯爷？还敢顶嘴！没用的东西，留着你也是碍眼。来人，给我下去重打30杖，让他好好长长记性。郡主，一切都是奴婢的错。和上一世全家惨死的折磨，这点皮肉之苦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只要能留在他身边，一切都值得。打！给我用力打！不打出血来，郡主可是要惯血到乖的。据我这些日子的观察，婉宁生性跋扈骄纵，极其惜命，每次出门游玩都要带上几10号侍卫仆从，将她护得密不透风。这京郊小小的山匪，
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又怎么敢轻易去接他一国郡主的车驾？若我猜的不错，上一世他所谓的陆玉山子，根本就是他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。他大抵是背着王爷与那外遇男子私通，才带人去京郊演了一出玉山贼的戏，掩盖自己见不得光的秘密。怪不得他一回王府，就用莫须有的罪名屠了我家满门。他把那些颜撒氏粉饰得干干净净，要与我全家的性命相抵，凭什么？郡主，这牡丹开得正艳，像极了您的倾国之姿。算你会说话。既然他这么喜欢与人私通，那我就该帮帮他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清他这高贵皮囊下令人作呕的丑事。父亲年轻时是乡里的郎中，精通岐黄之术。我从小跟在他身边耳濡目染，也学了个七七八八。医书中记载过一副偏方，名叫春风绕，名字听着雅致，实则是种极为刁钻的迷情散，药性猛烈，往日里是给骡马配种用的。若将这药粉掺在熏香里吸入，便会浑身燥热，只有行内时才能疏解。若是发泄不出来，这邪火就会把人逼疯。真是活见鬼了！这冰盆就摆在跟前，屋子里怎么还闷热成这样？可是这冰块不够，奴婢再去冰窖让人取下来。快去，热死本郡主了！郡主，奴婢给您添些安神的沉水香。算你还有点眼力劲儿，手脚麻利点。我行事极其小心，每次只在熏香中插入指甲盖大小的药粉。这药无色无味，剂量又极其微小，哪怕是太医院的太医来了，也绝难以察觉。这茶怎么一点都不解渴？郡主，请用膳。这煮的是能吃的东西吗？一股子令人作呕的腥气！你是存心要恶心死本郡主是不是？郡主饶命，奴婢知错了。来人，把他这双没用的爪子给我打断！郡主，你叹什么气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本郡主是个疯子？奴婢不敢，奴婢绝对没有。贱婢，连你也敢看不起我，我打死你！真是一出好戏，搞得院子里人心惶惶，但这才刚刚开始。热，好热！来人，侯爷呢？快去把侯爷请来！快去啊！侯爷，您终于来了，臣妾好难受。放肆！堂堂王府当家主母，却摆出一副勾栏女子的下贱作态。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简直是不知检点，丢尽了我宁王府的脸面。侯爷，你……本侯公务繁忙，没空看你在这发疯。
婉宁，你欠我的，我要你100倍奉还。只要每天在熏香里加一点这春风绕，一定会彻底身败名裂。哟，这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背着人捣鼓什么呢？翡翠姐姐，没什么，整理一下明天郡主要用的香。心虚什么？拿出来。我说怎么郡主最近性情大变，动辄暴躁易怒，原来是你这个家伙在暗中捣鬼。姐姐，你听我解释，这真的不是……还想狡辩？你当我是瞎子吗？敢在主子的东西里下毒，我现在就把你押到郡主面前，让他将你扒皮抽筋！姐姐松手，求求你，让你知道背叛主子的死字怎么写。走！要是被郡主知道，我会没命的！求姐姐饶命，放过我吧！饶你？你长了几个脑袋？敢对郡主下毒？今晚谁也救不了你。姐姐明鉴，这绝不是什么毒药，只是青楼女子用来助兴的物件，绝不会伤性命的。助兴的物件？是我见郡主这几日愁容满面，夜夜盼着侯爷来，便想帮郡主顾愁。我也只是想在郡主面前讨个好差事，这才动了这歪心思。姐姐，我真的没有歹意啊！这死丫头平日里连只鸡都不敢杀，且她胆子也不敢。若是顾宠的药，倒也说得通。姐姐，只要你肯网开一面，不把这件事说出去，这些全都是姐姐的。算你识相。今天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若是以后还有什么好东西，记得先孝敬姐姐我，懂吗？赶紧滚！多谢姐姐，多谢不杀之恩。既然你收了我的买命钱，那就准备好用你的命来缠吧。这金刚鹦鹉是裴伦为表孝心，特意托人从南阳寻来给老夫人解闷的玩意儿。老夫人视若珍宝，碰都舍不得让人碰。贱婢，手脚给我麻利点儿，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！误了郡主喝汤的时辰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仔细我扒了你个皮！是，翡翠姐姐，火候马上就好，绝不会耽误郡主。老夫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不知死活的贱婢！好你个不知死活的贱婢！平日里在婉宁院里作威作福也罢了，现在竟然敢把那安家手段动到我头上来！说，我的娘是不是被你害死的？老夫人明鉴啊，奴婢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绝不敢谋害你的心头肉啊！奴婢比窦娥还冤啊！冤枉！还敢狡辩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！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帕子是在鸟笼旁捡到的，全府上下谁不认得？这就是你贴身的物件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敢抵赖？这确实是奴婢的帕子，可是奴婢昨晚明明在房里睡觉啊，这一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。老夫人，有人要害奴婢啊！老夫人，您一定是弄错了。翡翠姐姐平日里最是心善，连踩死只蚂蚁都不敢，她绝不会做这种残忍的事的。求夫人看在我们郡主的面子上，饶过这一回吧。郡主若是知道了，定会伤心的。好啊，拿郡主来压我是吧？他婉宁养的一条狗都敢欺负到我这个当家主母的头上来了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给我拖下去，上夹棍！我倒要看看
是他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刑具硬？饶命！我是郡主的人，你不能动我！你这个蠢货，你害死我了！死到临头还敢攀咬别人，混狗！翡翠，地狱的门开了，你先替你的主子去探探路吧。贱婢，主子跟前还不赶紧如实招来！婉宁平日在王府里飞扬跋扈，婆媳之间早已积怨已久，任谁都会觉得这是婉宁腹诽记恨，暗中指使贴身大丫鬟下的毒手。好一张利嘴，不愧是婉宁调教出来的好狗，犯下大错，竟还在这大呼小叫。老夫人明鉴啊，奴婢什么都不知道，奴婢是冤枉的。那帕子不知道怎么会在这里。来人，给我把这贱婢拖出去，用夹棍好好伺候。我倒要看看咱们王府那180套刑器能不能撬开他这张狗嘴。不，主母饶命，奴婢知错了，郡主救命啊，郡主！郡主救我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东西，本郡主的脸都被你给丢尽了。郡主，奴婢真的是冤枉的，奴婢没有毒死那只鸟。闭嘴！还嫌不够晦气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你是死人吗？还不赶紧把这晦气东西拖下房回去，别在这儿脏了本郡主的眼！奴婢遵命。阿桃，没想到我落难的时候，平时那些巴结我的人都跑了，竟然是你陪在我身边。翡翠姐姐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救你的，我是来杀你的。你想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真以为老夫人院里那只活蹦乱跳的鹦鹉是自己包庇的？你真以为你贴身那块帕子长了腿，自己跑到老夫人院子里的？是你干的！没错，是我！我要杀了你！你这种为虎作伥的东西，帮着婉宁作践人命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敢来勒索我，想对我敲骨吸肺，我怎么能轻饶了你？来人啊！救命！带着你的贪婪下地狱去吧！郡主，奴婢有要事禀报。翡翠姐姐她伤重不治，没熬过昨夜，已经去了。没用的东西，这点刑罚都熬不住，死在院子里，真是品白遭了晦气。赶紧差2个婆子拿席子卷了，从后门扔到乱葬岗去，别留着碍本郡主的眼。翡翠替他做尽了安杂事，如今死得不明不白，竟然只落得个晦气2字。既然翡翠死了，本郡主身边也不能连个贴心伺候的人都没有。我看你这段日子处事沉稳伶俐，模样也还算顺眼，最主要的是个锯了嘴的葫芦，懂规矩。从今天起，本郡主抬举你做我身边的1等丫鬟，往后你就留在内院贴身伺候吧。奴婢谢郡主提拔，奴婢这辈子做牛做马，也甘愿为郡主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今以后你就是本郡主身边的一条狗，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。奴婢谨记，从今以后，您让奴婢咬谁，奴婢便去咬谁，绝无儿戏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没了翡翠这只护主的恶拳挡路，我有的是办法，一点一点的收拾你，我的好郡主。好热，怎么会这么热？像有火在烧一样。
郡主，您卧冰卧这么久，不仅没退热，反而捂出满身大汗了。呀，这么烫，您是不是染了严重的风寒？这可大意不得，奴婢现在就去太医院，请个与咱们王府相熟的老太医来给你好好瞧瞧。站住！不准去！别去太医院，却不能让太医来。可是郡主您的身体，您立刻出府，去城东的胭脂巷，找一家挂着红灯笼的院子，找一个叫兰姐的老鸨，把这块玉牌拿给他看，告诉他是我要的，立刻把我要的货悄悄送进府来。越快越好，我快受不了了！奴婢明白，奴婢这就去办，一定把郡主想要的货送进来。终于上钩了，这宁王府的遮羞布也是时候被彻底撕破了。原来是婉宁郡主的人，真是贵客，姑娘快往里面请。郡主可是老主户了，口味我最清楚，今晚保证伺候的郡主舒舒服服的。兰姐做这门生意果然稳妥。那是自然，郡主的生意我们向来是做到滴水不漏的。姑娘，这是……我要这些年郡主在您这里进货的所有流水账簿。姑娘说笑了，咱们这行有规矩，客人的底细怎么……规矩，在这京城里，能比这些金子更有分量的规矩，只怕不多了。全当是买个干净。兰姐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什么叫明哲保身。拿着这些钱，足够您在江南买一座更大的院子。姑娘，拿了这东西，以后咱们可就两清了。自然。婉宁的好日子就快要到头了，这笔血债终于要结了。阿桃，你是个聪明人，这阵子你对本郡主忠心耿耿，办事也利索，这些都是赏你。只要你把知道的一切都烂在肚子里，以后自然少不了你的荣华富贵。必多谢郡主重赏，奴婢这条命都是郡主的，绝不敢有半点逾矩，定当肝脑涂地。婉宁啊婉宁，你以为这样就高枕无忧了？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呢。郡主，这是您最爱吃的八宝鸭和清蒸鲈鱼，正热乎着呢，您快趁热尝尝。郡主，您怎么了？奴婢这就去太医院请太医来。站住！绝对不能去！你不是懂医术吗？就由你来替本郡主把脉，现在就诊。是，奴婢遵命。脉象如珠走般圆滑流利，这是标准的喜脉。回郡主，是喜脉，您有喜了。你敢咒我？不可能！每次事后你端来的避疾汤，我都一滴不剩全喝了，怎么可能还有孕？郡主息怒，或许是寻常的避饲药力不足，根本压不住那外遇男子的强悍血脉啊！那所谓的避饲汤，早就被我换成了滋补的安胎汤。郡主，事已至此，您切不可乱了阵脚，不如奴婢去外面抓几副药极大的络子汤，
趁如今月份尚浅，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落了胎，只有这样才能保全您的清白，保住王府主母的地位啊！闭嘴！你懂什么？太医早说过我宫寒难愈，那络子汤对女子身体损伤极大，一碗下去，弄不好就会大出血，丢了性命。就算捡回一条命，万一我从此绝嗣，再也生不出孩子，那个老东西绝对会逼着王爷休妻。到时候这偌大的王府，哪里还会有我的容身之处？那莫非郡主要把这个野种生下来吗？野种，只要本郡主筹谋得当，这就未必不能是侯爷的嫡长子。嫡长子，郡主，这怎么可能瞒天挂？我自有安排，你只管把嘴闭严实了。若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我把你千刀万剐。奴婢明白，奴婢誓死追随郡主。所谓的安排，不过是再去找个孕妇，去做你的替死鬼。夫君，妾身自知福薄，上一个孩子就没能保住，日夜自责。近期朝堂公务缠身，我确实无暇顾及内宅。你能有这份心，去寺庙静心安胎也是好事。我准了。可别又像上次去京郊游玩那般，弄出些见不得人的岔子。好端端的孩子去游玩一趟，莫名其妙的就不翼而飞了。这次可得看紧点，别污了佛门清净地。母亲教训的是，儿媳一定谨记在心。兰姐那里弄的流水账簿，花了我全部积蓄，这可是买你们命的催命符。裴伦，当你亲眼看到你心爱的郡主做的这些事，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坐得住？老夫人，奴婢实在是不敢隐瞒了，求老夫人为王府做主。大半夜的耗丧什么？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老夫人恕罪，奴婢是怕宁王府遭逢灭顶之灾，这才拼死来报。说，郡主她与外遇男子私通，不仅如此，郡主还在外面。奴婢实在不愿看郡主这般一错再错，若传出去惹恼了圣上，怕是要遭大祸呀！好个水性杨花的贱妇！这件事事关王府颜面，你暂且不要声张，把嘴给我闭严实了。若是走漏半点风声，我要你的命！奴婢死也不敢往外说半个字。我要亲自动手收拾这女人，替王府清理门户。这破庙虽然清苦简陋了些，但胜在偏僻，正方便本郡主行事。行了，本郡主已经安全抵达，你们还留在这儿做什么？回王府复命去吧。大胆！主子的话你们也敢当耳旁风？此乃佛门清净之地，若是惊扰了佛祖和本郡主腹中的孩子，你们担当得起吗？回郡主的话，属下等人不能退。放肆！谁给你的狗胆顶撞本郡主？老夫人有令，郡主腹中怀着的可是宁王府将来的长孙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老夫人说了，属下必须寸步不离，在此保护郡主的安全。誓死保护郡主安全。好得很，老夫人真是有心了。都给本郡主待在院外，没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踏入内院半步。
属下遵命。这才刚刚开始呢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风光吧，郡主娘娘。郡主当心脚下台阶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阿桃，明日你找个机会避开门口那些讨厌的侍卫，悄悄下山一趟。奴婢遵命。不知郡主要奴婢下山去办何事？你去外头的村子里寻个月份还得跟本郡主差不多大的，找到人后就给他一笔银子，好吃好喝喝的养着他。等到了临盆那日，婉宁，你也太无法无天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王府的规矩？母亲，你怎么会亲自来这深山古寺？若我不亲自来，怕是不知道你还要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。你离府时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来这慈安寺吃斋念佛、清修祈福吗？你就是这么祈福的，在这佛门清净之地干这种勾当！母亲息怒，母亲明鉴啊！今天我这个做婆母的就要在菩萨面前替王府清理门户。来人，把这个荡妇给我拿下，押入死牢！我是郡主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要杀了你们！郡主，该用膳了。贱婢，你不得好死！郡主，这地牢的滋味，可比不上您之前在慈安寺那般快活吧？一定让你不得好死！我要把你千刀万剐，丢出去喂野狗！你是不是还在盘算着再找个无辜的孕妇替你生下肚子里的孩子，好来个李代桃章？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只可惜，如今的你再也没有这个机会，你这辈子只能烂在这个不见天日的鬼地方。为什么？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？无冤无仇？为了你一己私欲，掩盖你的丑事，杀了多少人？你造下的孽，也该换你自己下地狱去偿还了。本郡主对你不薄，把你从粗使丫头提拔起来，赏你金银珠宝，吃穿用度哪样短了你的？你居然联合那个老东西来算计我！我真是瞎了眼，竟然把你这条毒蛇养在身边！对我好，你用烧红的银针生生扎进我的血肉里取乐，那叫对我好。你心情烦闷，便命人打我板子，打得我皮开肉绽，险些丢了性命，那叫对我好。别杀我！别乱动！求你饶命！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金银财宝、权势地位，我都给你。饶命！当初这么多人对你求饶，你可曾饶过别人？你不杀我了？太便宜你了，你也该好好尝尝别人受过的苦。你回来！你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阿桃，老夫人有何吩咐？奴婢洗耳恭听。这次多亏了你，机经果决，暗中查出真相，并及时向我禀报，保住了宁王府100年的清誉。这都是您运筹帷幄，奴婢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你这丫头聪明通透，若是你愿意，我便亲自替你做主，将你留在侯爷身边，做个正儿八经的妾室。给王爷做妾，无异于美人在这高墙深院里如履薄冰的算计。我绝不会自己的命运再次交到别人手里。夫人的厚爱，奴婢感激涕零。奴婢愿粉身碎骨报答夫人的大恩大德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回话。只是奴婢自幼长在穷乡僻壤，生性粗鄙愚笨，连字都不识得几个，实在配不上侯爷尊贵的身份。你便只是个农家女，在府里有侯爷和我护着你，衣食无忧，谁敢欺负你？奴婢福薄，消受不起王府的恩德。况且离家多年，
日夜牵挂家中母亲和长姐。如今王府危机已解，奴婢别无他求，只盼着能拿些微薄的赏金，回乡孝敬爹娘，安稳度日。求夫人成全奴婢的一片孝心。罢了，既然你志不在高门大户，觉得这王府是楼笼，我也不会勉强你留下。人各有志，你去吧。多谢老夫人成全。李嬷嬷，把东西拿上来吧。你是个有分寸的孩子，带着这些赏赐出府去吧。奴婢叩谢老夫人恩典。哎，你看那背影，怎么有点像苏家多年前走丢的二丫头啊？快干活吧你！那丫头杳无音讯，怕是早死在外头了。我离开家这么久，杳无音讯，我得快点，再快点回去亲眼看看他们。娘，姐姐，阿桃，娘，是我们家阿桃回来了，阿桃活着了，娘，我回来了，阿桃再也不走了。我用从王府带回来的金银重新修饰了家里的老屋，换了满仓的米粮，换了寒冬的炭火。多吃点儿，看你出去这一趟都瘦成什么样了。咱们家的日子如今可真是像这果子一样甜了。甜。这一世就这样过吧。灶前粥温茶暖，余生很长，今后的山外青山，我都要自己去看。